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我把这个事情搞好，我把这个东西学好，生活变得有点简单。您是在对自己的财务有了充分的自信的基础上，还是觉得我不用追求完美，我就这样？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上战场，你不可能不害怕。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在等事情更完美一点，我在等钱再多一点，我在等事情都准备好了，我等到有合伙人了我才开始。对于我来讲，不可能的事，那我可能等到这个事情永远都没有发生。因为自己之前就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，所以是缺乏一个更大的 view 的。那你是怎么看到、怎么坚定，又是怎么说服自己的投资人去做这件事情做的？那我觉得3个字就讲明白，你要讲明白是怎么赚钱就 OK 了。到最后总是会有一个方法去找到下一个路，这个是我自己经历过。看这两个队伍在对决，就 VR 这个科技 Virtual Reality， 对啊，这也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。现场的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想咨询一下您这边，比如说做这种绩效可视化验证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VP， 是有什么方法论吗？就像您这边说，你们跟 A 级合作，然后一开就是开了10多家，那这种是对于您来说，可能是一个验证的好的方式吗？就想了解一下。是的，这个可能因为您做的行业可能会不一样，我觉得各行各业它有它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。那就这个来讲呢，我觉得一定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。那么作为实体的行业，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？主要是2块哈。第一块就是租金，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支出，固定支出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风险？就是你必定要去付出这部分的。所以最好呢，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一些产业，其实是愿意提供的有。那么就2点，1点的话呢，它可能它的租金会非常的。第2点的话，它愿意给你分成。所谓分成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了这个收入的话，再给它去分。所以，其实这个风险就是从财务的角度上来讲，你要去降低它的风险。这是第一个是租金。那么，当你去实施这个的时候，你的其他的一些成本不会太高。我觉得主要是从财务上一个考量。开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那个考量吗？就比如说开在罗湖区或者是南山区，然后福田区，是因为客户的那个群体你会有不同的考量？这个其实大体上呢不会有就是地域上不会有太多的。那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位置它周边的这个人群。首先它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密度，这个现在都有相关的一些工具去让你参考。这是第一。第二的话，现场来看就好像大家去买房一样，你可能要白天看、晚上看、平时看、周末看、下雨天来看一看因为你去居住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，我来经营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，不可能说我来一次之后我就决定。那也有这种就快速扩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瑞幸的一个品牌，它17个月就有差不多上市，它因为快速扩张，所以你只要来了。你原先是一个咖啡店，不管多少钱我要了就是当时夸张到这种程度。那对于我们初创来讲，对这个基金还是比较 care 的要减少试错成本是要多看一下这个人流。那么我们知道实体里面一般就参考一家公司就麦当劳，这个叫做它开店的一个秘籍，就 location。那么 location 后面是什么？其实是人流。所以他要去看那个，比如说他一个街边店，他要看那个街道上人流大不大，还有这个，比如说他有一些是那个就是汽车店，那它车流大不大？如果在商场的话，其实也是很简单，最土的一个办法就是做到这个店门口来数这个非常核心、非常关键的办事。所以主要还是考察它是人流。当然了，人流有了，还有这个消费力。那你说那个 Barry 那地铁人流很高。对，地铁的人流它是很高，但是它的走路速度很快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的话呢，它的这个目的性很强，它搭地铁都是为了这个通勤嘛，所以地铁也可以适合什么业态？肯定我们这种休闲的业态很适合，比如说你卖水或者说卖一些这个零食都比较适合在地铁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从施耐德从 AWS 出来，就是我们作为打工人的话，其实往往是对整个商业的业态，对于之后的趋势是缺乏了解的，因为自己之前就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，所以是缺乏一个更大的 view 的。
那你是怎么看到、怎么坚定，又是怎么说服自己的投资人去做这件事情？很多打工人去想做很多事情，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，想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自己也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可能就是被困于绩优主义，那只想就是被困在一直解决不断的问题中，他没有办法给自己去定义一个更长远的。您是怎么做的？那我觉得3个字就讲明白，你要讲明白是怎么赚钱就 OK 了啊。但是当你没有讲明白的时候，说明这个你的认知、你知识还是不够的。那么这个是有深度的啊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以前我觉得开店啊，就是营业额或什么升级，我们最开始都不知道，这个服务人员他一周也只能工作40个小时，是有劳动法在管的，甚至是有这个差异的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开一个店的话，跟经济趋势有什么？因为大家不知道，现在的话，我很多时候特别关注像美联储啊，美国的这个几大，比如说国务卿卢比奥他们的一些讲啊，这个美联储主席他的这个金融政策，他是加息降息，对这个是有影响，对我们经济是有影响啊。包括这个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关注那个海峡会不会被封，石油那个价格，它的影响太大了。以前可能不会关注，你作为一个游民不需要关注，但你作为老板，你要知道石油为什么会对经济有影响，因为石油的影响太大了。它就是我们汽车这些跑，这很常见，对吧？这个它需要油，但是你看到，比如说我们身边用的手机，它有塑料件，还有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衣服啊什么都是化工产品。石油上涨之后，然后对外面影响什么？国家的财政这些财情是什么？等等，这些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。那也是，我记得我们92真正疫情有段时间还是相对来说生意很好做的，但是我觉得特别难做的一段时间，关联到一个数据，就是美联储它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，这个好像这个市场特别难做。所以一方面对它这个行业是基础的一些支持啊，比如说你做实体店，你一定要会算它的这个成本，你的盈利点、固定的成本、可变成本。比如说我们的体验店的成本结构跟餐饮的成本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但餐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致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食品安全，那个会让你睡不着觉、掉头发的。对这个彼此要特别的清晰。当你清晰了之后，你去跟投资人讲明白了，这样 OK 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故事，比如说张一鸣他找了很多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也讲缘分。英文也有叫 Everybody thinks alike， 英雄所见略同，就是你碰到那个人，他可能很有钱，但永远也不可能跟你有交集。那我记得当时陈滴滴嘛，他去找那个王兴，但王兴也骂他就是什么垃圾项目，就我随便找2个工程师就可以搞一样的。就在这个时间点，确实你很难去理解说这个生意未来能是一个大生意。包括张一鸣、朱啸虎都说他太懦弱了，这个人唯唯诺诺像一个书生一样，他怎么可能搞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地？但你不知道他的思维，他的那个是很特别的接地气，特别的符合这个商业这个逻辑的。然后他的这个管理的公司的效率是很高的，在他公司没有说叫张总，就叫张同学，把它更平化嘛。所以应该看到这些，而不是说传统的那个你做一个 CEO 就得非常的好像很虎很那个气场很强，还不一定的。就是你这个逻辑要很清晰，对，要特别这个清晰。那你是老板的话呢，他各个员工来的信息源，甚至很多的八卦，哪个员工也跟你说这事，哪个员工跟你说财务跟你说这个，人事跟你说，你信息多了之后，你带领决策能力就很强，你多少东西很强。那所以弥补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学习，肯定是不断的，尤其是说，就你搞这个行业，你就要跟你很不相关的地方练去学习。那可能就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。对，这是一个质变的，你的就会不断。有时候打工人可能会陷入，尤其是一些我们叫名校毕业的同学们，他可能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。那我也知道说，辞去自己的工作，失去了一份体面的这个身份跟薪水，然后再去做一个不确定性的事情，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有不安全感的事情。这个我不晓得您是在对自己的财务有了充分的这个自信的基础上，就是说，我有了一大笔钱，我
足够我这样子，哪怕失败了也会够我撑个20年的，以及支撑我的家庭。是这种情况，还是说您觉得其实万事没有完美？我现在出去，那我可能有 Plan B， 但是我觉得我不用追求完美，我就这样子我就直接去做，看到我就去做。就是每个人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，或者每个人的他的这个他所处的环境，或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独特性。那至于我自己的话呢，我是当时也就你刚才说的一个设的一个底线，因为那时候我创业，我已经有家庭了，有孩子，已经跟他们准备了这个，哪怕失败也不影响，但实际上后面还是到了影响的一个地步啊，因为那黑天鹅的事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，让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像上战场，上战场你面对的是死亡，你不可能不害怕。所以你不知道，但我也一样，我就好像真的就到了那个生死存亡，很紧张，很那种集体的焦虑。所以我让我的那几个股东抄那个经啊，佛经啊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就不用把钱走，然后不断的识别风险就行。这风险不只是来自财务的，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种骗局啊等等啊，还有生命安全啊等等这些，都会让你成长。了解。我觉得我可以补一句，因为我自己也是那个身份走过来的。我离职之前，我就是要首先面对每一个月没有那个月底薪水了，这个是第一。是。那第二就是说我到底要储多少的钱，我才做那个决定。是。当时我有一个创业的教练，他跟我说，其实有很多创始人觉得说他储够了钱，他就可以开始去做，可是并没有这一个概念。因为到最后你有很多不同的变化，就算你储够100万你开始，或者是你10万开始，我看过之后我自己的这个过程，并没有说你有100万你就可以乱花，就是请团队啊什么，然后搞一个 office 啊什么，那个会让你有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权。反正如果你只有10万，或者是你只有1万，你就用那个 budget 去做一点别的，反正你就用你所现有的那个资源，然后开始。我觉得开始是最难的，然后第二个难是维持你开始过的东西。那我当时也有跟自己想过，如果最坏的打算整个事情搞不好或者失败了，我当时是觉得我应该要回去咖啡店打工的。我本身是银行出来，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可是我发现在整个现在这个阶段，我银行的那个存款是不断的下降，可是我现在有在想不同的办法去把钱慢慢赚回来。那我也遇到在整个途中很多这些老板，他可能会说Katie， 如果到最后那个事情搞不好的话，你该来跟我们合作，或者是来我们这边都可以。那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当初你投进去的，你只看到可能很小的一个机会值，可是当你一直开始去推展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到更多的人，更多的机会，然后你自己可以为自己拓展更多的。可是如果当初我没有跳出来的话，今天这个访谈不会发生，然后很多事情我其实也都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在等事情更完美一点，我在等钱再多一点，我在等事情都准备好了，我等到有合伙人了我才开始。对于我来讲不可能的事，那我可能等到这个事情永远都没有发生过。所以我只能说我当时有的资源我就开始了做这个决定，然后到最后总是会有一个方法去找到下一个路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经历过的。那你至少会自己先有一个想法才开始做，对，总不能说对什么没有想法。然后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我是西交的。就是他刚才提到的，就名校的光环和高中的光环，西交也好，或我们华科也好，或者清华也好，它再一个就资源，它资源会是非常好。其实我的校友也给我很多帮助啊，在比较难的时候，但我相信未来更顺的时候，我也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帮助，或者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更多的帮助。这是一脉相承的过程。对。但是呢，我再去看其他哪怕他比如说深圳职业学校，我也觉得我会单独去看。我这有一个，他就有初中人，但是他用人工智能用的最好的，就因为他是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去跟我去互动沟通的。可能跟您二位都请教一下，会不会在离开自己原有的打工人的岗位之后，失去了那些保障之后，工资也好啊，五险一金也好啊，稳定的收入之后，有没有一个瞬间，我为什么要走到现在这样子？可是我发现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感觉，可是好像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说，就是回不了以前，就是只要你踏出这一个创业的这一步，无论你之前所有的东西，你都会发现你觉得可能会失去了那一些，然后永远都回不去。我以前可能租很好的房子，但是我现在只能吃15块钱的猪脚饭。那个是我，
可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，也没有那个永远回不去以前，反而你不知道这个阶段会给你带来什么。其实你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，可是现在这一段的路是苦，是没错。然后你也会发现，原来你自己能够这么 flexible， 或者是你生活变简单了。以前可能什么打工的时候不开心，要去个旅游，要吃个很好的饭，买什么衣服啊，要吃很好的。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我把这个事情搞好，我把这个东西学好，生活变得有点简单，甚至是跟身边的人也有一点不一样。就是以前打工，身边的朋友开始想的不一样，我自己要转圈子，我要跟其他创业者了解，他们怎么可以几个人住一个房子啊，睡在沙发上面也可以了。以前我要自己一个 studio 什么的，或者是所有东西都好好的。我觉得那个生活模式也不一样，不仅仅是工作模式。对，你怎么看？差不多，我觉得你这么年轻能够 get 到这一点是太棒，太幸福。你会更珍惜生活，会更珍惜生活，珍惜每一天、每一刻，或者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会更有责任感。所以我其实到我现在创业挣钱，其实不是第一目标，第一目标，第一个就是叫呼吁世界和平。所以你可能有些人，比如说像现在不要谈政治，就有可能站 A 方，有可能站 B 方。我可能就是说谁死了他对我没有好处。对。第二个就是这个教育，所以我就想到我这个经验传给大家。我会教孩子们学英语，学数学很容易就懂，然后学语言也是就会系统化去学。现在你像这个粤语的话，我基本上就听一下新闻，然后很知道他们很多的一些表达，很快就掌握了。像阿拉伯语的话，以前很难，看它有阴阳性什么。我发觉是很快速的，大概4-5个月就可能做一个基础。然后我又试了那法语，我以前就学过，试一个法语就很轻松了，就放在旁边听录音就能够听得懂。那英语就更不用讲，因为以前呢都是我们都是所有人的 English school， 现在不是 Hey what's your name? Come let me ask you some question. Where from? 香港，我年纪就老外，北京的老外，我经常这样遇到老外，我都叫过来，you come， 他以为我是做什么的，就经常被我吓到。我就利用这种机会去跟他们那个讲。然后我去阿拉伯餐厅都是一见面都这种问候嘛，马哈本呀马哈本，这个我那个用很快速的一个方法去学。然后我告诉你，你要学中文也来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自己会更强。变得更耳聪目明了。学习能力还有速度快了，因为创业，因为开始的时候很多都不懂，就好像你说可能什么 HR 啊，什么那个场地啊，根本不是你本身的那个范畴，可是你逼着要学，因为没有人 care 这么多，只有你 care。会不会给公司报公司的税，还要报个税可能会，现在那个会算清缴，可能比如说你自己的房子什么是这个，你打工是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啊。但是创业你一定要知道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难不难呢？有那么一个有失落的时候，有时候肯定会的。我觉得大部分人肯定会的，就你可能结局会很悲惨，但是你要想你要接受。我觉得想通这一点，就是说人来这一辈子，他还是有个终点，还有起点，还有终点，这是确定的。你只要明白这是确定的，就只是一个过程，也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只是说，可能你们各位相对来说比较年轻。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离我们还很遥远，但我就越过40岁那个坎了。什么叫越过40岁？比如说我就遇到过在路上摔了就没有人扶，没人拉你一把，然后那个伤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要1个月就好了，那个时候3个月才会好，就会很缓慢。但是这个年纪的人就说，所以你可能就你说要趁早，还是要趁早，因为你越年轻越创业。去抵抗这些风险，去克服这些困难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。所以你试想你自己30多岁最灵活力强的时候去克服，等你40岁或50岁，50岁还 OK 吧？到50岁、60岁这样的可能率就很低了，因为机会成本。到30啊，你创业可以，小伙子有前途，对吧？等你60创业60，你还折腾什么？你带孙子，环境都不支持你。你看很多嘛，我们现实里面有些大厂就招聘不超过35岁。对吧？那个45岁的坚决不要了，这些其实会遇到的，但没办法，你就选择创业，你就选择这些。痛苦是会有，不确定性是会有，但是这不确定性也没关系，所以我比较支持你的萤火虫的这个 idea。这个 idea 的话呢，其实挺好的，但是也就是说，因为要有线下一些东西，每组织一次都很花这个心力，因为要呈现一个高质量的东西。
这个你的问题的设计前后对是肯定是很花心血的啊，包括你呈现一个场景，对，还有很多 idea 也是突然产生。你看，今天我们这个是在一个实体店它形成的过程，就在它被生出来的那个环境里，它必经的一个 process， 所以就，但如果说它是一个装修好的，你就看到它的一个结果，看不到它的一个过程，对。所以也就是可能这个访谈最初的一个初心，就是说很多人只是看到店已经建好了，或者是生意已经在上轨道，可是见不到背后的可能辛酸，或者是那个艰苦，或者是最基本的那个初心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决定要做这个线下活动，就是让大家看到，哎，原来最基本的，原来那个塑料袋还没有拆，然后什么都还没有好的时候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，然后创业也是这么一个样子。很多人只是看到成功的那一天，或者是当你成功的那一天，他才跟你聊，可是不知道其实你背后走过了多少孤单的那个路，然后你自己头疼过的一个 moment。那我也谢谢 Barry 今天的那个时间，然后也跟我们聊了他很多自己的一个故事。我觉得如果在镜头后面的你有其他好像 Barry 一样的老板，你可以推给我，我们会下一次去到他的店里面，或者是他的公司里面跟他做一个访谈。那如果你现在踌躇着在打工的状态，或者是想离开打工的这个模式，我们是有办法可以帮你走上不打工不创业的第3个选择。那继续 follow 我们的内容哦。我想说，每一次当你觉得不可能，当你觉得真的没人会来的时候，竟然今次是第一次有人买门票进场看我和老板的采访，给你一个360度的角度。所以说，当你还在犹豫到底行不行，到底能不能做，到底你可不可以做起来，你一定要做起来。